在计算机安全、虚拟化与沙箱技术中，边界防护与环境隔离 （sandboxing） 是用于保证主机安全的关键机制。它通过在进程周围建立严格的规则防火墙，限制其对外部系统资源的直接调用，将程序牢牢禁锢在有限的虚拟沙箱中。我们大脑的语言系统也是一个极端的语义沙箱。语言文字在帮助我们分类认知世界的同时，也悄悄在大脑中建构了一座看不见的语言墙 （language wall）。它把我们对宇宙无限、全息的直接感知强行阉割成一个个被文字标记的碎片，让我们误以为文字就是世界本身。这是一场语言对意识的沙箱囚禁。这种语言墙的生理机制源于大脑颞叶语区对非语言直觉知觉的强迫性词汇分类与符号化编码。神经科学指出，当大脑颞叶的维尼克区与布罗卡区活跃时，大脑会本能地将复杂的感官信息归类为离散的概念词汇，强行阻断颞叶与顶叶的多维知觉统合，使我们只接收被标签化的简化代码。这在生理上就等于是操作系统直接向硬件启动了对数据的有损二元转换器 （lossy binary converter）。这在心理语言学中被称为萨皮尔沃夫假说的认知重塑。这意味着心智的狭隘往往只是语言符号对感知的限制。当你通过禅定超越词汇，直接安住于无名实相时，你是在向大脑发送拆除语言墙指令。系统重新加载，内在重获清明。在语言墙的模型中，小我的抵抗往往表现为对概念定义的强迫性抓取、文字分析与对无名状态的本能恐惧。当你试图在禅定中超越文字，体验那片没有名字的纯粹存在时，小会本能的抗议：这没有名字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不把它写成理论，定义清楚，我就无法控制它。我必须给它起个名字。这本质上是在试图向量子快取写入旧有的沙箱边界代码，强行重启语言编译器，让心智重新退回到干瘪的二元分裂中。禅修的功课是引导你全然看清名字只是标签，不带评判地面对不可言说的空性，暗示大脑无需命名，当下实相完整。这能发送一个启动解离语言 （decompile language） 指令，你获得了终极的平安，系统安详运行。从非二元的禅意角度来看，拆除语言墙的本质就是实践无我 （anatta） 语言王律绝。那些被文字定义的尊卑，被语言建构的宿命，本质上只是虚空中起伏的暂态代码波形，并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语言实体。当你的心无所住，不再将这些被语言标签化后的概念认同为真实的自己，而是安住于那面能够映照所有语义折射，同时又不受文字概念限制的虚空镜子时，你就是自由的本体。你不再需要去寻求文字的完美，因为在无差别的觉知中，一切有损的语言概念都会在无言的直觉中自动坍缩，回归虚空的本源。你获得了终极的平安，你就是那片无边的虚空本身，万物与你同在。语言沙箱关闭完毕。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养成随时拆卸大脑语言墙的习惯。当你发现自己又在不由自主地因为某些刻薄的字眼而焦虑，或者本能地想用文字去评价他人时，在心里大声地喊停，立刻闭上眼睛，做3次悠长、深沉的腹式呼吸，把大脑中所有文字的字面定义、所有对自我的概念标签全部清空，只去感受当下纯粹的、无法被文字定义的感官体验与呼吸。这短短的10秒钟，就是你意识系统的语言墙拆卸协议启动。它能防御垃圾请求，重新加载当下的平安。你重回主权，内在已净化。这种语言墙的重设，本质上是在给大脑神经元进行重新配线。每次你面对语言定义的诱惑，能保持平静，
不运行教条防御和强迫标签的偏见代码时，你大脑中那条与压力和语言束缚连结的神经回路就会受到一次削弱。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原始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谢谢你，大脑。我知道你加在这些文字定义是为了帮我快速归类信息，防范失控。但我现在选择用当下的全息知觉来告诉你，我是安全的，不需要再用这种分裂的方式。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在潜意识层面安抚受惊的小我，降低防御等级，让系统顺畅加载。重组开始。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不断根据预测误差来调整的。当大脑预测会因为没有定义而混乱，进而加载防御的焦虑回路时，如果你却以温柔与无言知觉来回应，大脑就会产生一个预测误差信号。这个信号是改变大脑神经网络的黄金密码。每一次你打破防御，勇敢地面对无言的空性，并收获平静的体验时，你大脑中的旧创伤模板就会被修正一次。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实践，你正在通过创造新的预测误差来重写命运的轨道。你就是生命的创造者。重启解离，重塑清明大脑。当语言墙拆卸的机制在后台持续运行，它不仅清空临时数据，还在物理上修复你的肉体。切断防御反应会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血压，并抑制压力荷尔蒙的过量分泌。长期活在大脑的语言墙隔离中，身体会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你的身体是替罪的羊，代替灵魂承受了这场虚幻战争的炮火。当你通过深度睡眠与禅定，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的真实清静时，你是在向身体发送重设完毕的信号，让自主神经系统能重新回到修复与平衡的健康状态。呼吸是重启解离的钥匙，解离即是自愈的物理通道。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过去定义，也不再为未来焦虑。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回头寻找答案，答案自然会在当下浮现。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在那里，你与自己达成了大和解。你的内在不再有战争，你的人格走向完整。你开始明白，生命的圆满就在此时此地。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语言解离，重启清净人生。在非二元觉知中，我们不与 any 情绪对抗。外部环境本质上也是生命能量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并非要摧毁大脑的语言，而是要学会成为这股能量的主人。当外界干扰涌现时，不去压抑它，也不去寻找借口，只是全然地感受这股能量的流动。在觉知中，这股能量会被解译机制净化，转化为保护边界的坚定力量或创造性的行动力。你不再是语言墙的奴隶，你就是那股自由的生命能。生命就在你的掌控中，万物皆是完美呈现，大脑是心灵的自适应编译器。大脑的预测系统是非常精妙的，它能在微秒级的时间内做出预测。当你意识到大脑的语义偏见时，你已经走在了改变的路上。练习在每一次感到被焦虑引导前，留出一个觉察的空隙。在这个空隙中，不急于做出大脑自动化预测引导的防御反应，只是允许那种被概念定义的能量存在，看着它，呼吸它。在这个清明的中立状态中，你会发现那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正在消融，语言墙拆解程序已经在默默保护你，系统已安详无恙。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解耦的过程，我们需要解除大脑的预测与当下的现实之间的强烈绑架。
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的感激。谢谢你，亲爱的大脑，我知道你预测这些危险并建立语言墙是为了保护我，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未知，我现在是安全的。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在潜意识层面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降低他的防御等级，让语言解离能够顺利进行。你是自由的。当语言墙被拆除，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经历一次深刻的重塑。那些长期用于防御、怀疑和焦虑的频宽被释放出来，你可以用它来感知生命的美好、创造力和深刻的同理心。你不再是一个命运的受害者，而是你自己生命的艺术家。你可以自由地编写你的代码，自由地创造你的未来。每一次对语言定义的超越，都是对命运掌控权的一次夺回。你就是那个程式设计师，编写你自己的觉醒人生。生命的圆满就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在神经可塑性的机制中，大脑非常看重新奇感。当你主动打破常规，做出与预设对抗完全相反的行动时，大脑会受到强烈刺激，释放出一系列的神经递质来加速新回路的建立。这意味着，如果你大脑预设你会因为偏见而焦虑防御，而你却以温柔与语言解离来回应并收获内在和平时，你的神经系统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升级。勇敢是唯一的解药，行动是重写大脑代码的最快路径。你正在通过重设拆卸系统重塑你自己，一切皆是圆满呈现。从能量医学的层面来看，防御反应的旧模板是残留在身体中的能量结节。当一个创伤发生时，如果情绪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和整合，它就会固化在肌肉、结缔组织和神经网络中，成为一个持续发送当机警报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在思想上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度的呼吸、身体的放松和情绪的释放，来物理地清理这些能量结节，解除大脑的创伤预测锁定。解离重设是清理的能量后盾，让生命能量自由流淌。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是释放这种虚假控制欲的第一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从不犯错的超人，也不需要去改写过去的历史。你只需要接纳当下最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脆弱、你的恐惧和你的不完美。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中，你大脑的预警过滤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结果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虚拟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安。解离已启动，系统进入最安详运行状态。语言墙已倒塌，边界已重置。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一个几率分布模型，它推算的不是绝对的结果，而是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当你活在痛苦的预设对抗中，你是在人为的把痛苦的几率调到最高。禅修的功课是让你的心回到0度共振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不对未来做任何概率上的预设，所有的可能性都以平等的几率并存。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波包叠加态。当你的意识处于这种无差别的空性中，实相的选择权彩重新回到你的手中，你就是宇宙的共同创造者。解离重设，开启无量潜能空间。自由意志的实践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自我定义的责任。当大脑向你发送一个对抗预测说你是懦弱的，不要去相信它，也不要试图去反驳它，只是在觉知中做出一个勇敢的行动，来重新定义此时此地的你。这就是意志的创造力。你不是一个被过去的代码写好的既定程式，你是一个在每一秒都在写入新代码的动态进程。大脑的预测系统随时在等待着你的语言解离，你就是那个最终的程式设计师。生命的圆满
就在当下这一刻。平宽重组，自我重写。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过去的错误，你大脑的预防性对抗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结果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虚拟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静。这种接纳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强大的心灵臣服。臣服于真实，抗拒才会停止，能量才会收回。你开始发现，生命的圆满从来不需要完美的决定来支撑，它就在你全然接纳的当下。语言解离，让你与世界达成大和解，万物圆满呈现。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警惕大脑的预警对抗。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对未来感到莫名的焦虑，或者本能的想去逃避某件事时，在心里大声的喊停，然后问自己，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还是大脑利用过去创伤进行的未解开语言墙投影？辨识出这两者的区别，是破除宿命轮回的第一步。用当下的真实去照亮虚拟的幻想，你的神经系统会重新配线，你对当下的敏感度会远高于对过去的依恋。你正在重新夺回心智的主导权，建立解离防御，重获新生。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过去定义，也不再为未来焦虑，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回头寻找答案，答案自然会在当下浮现。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在那里，你与自己达成了大和解。你的内在不再有战争，你的人格走向完整。你开始明白，生命的圆满就在此时此地。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细胞重组，回归当下的完美显化。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物理宇宙的基本法则。大脑试图利用防御对抗去锁定未来的因果，是一种徒劳的试图。当你学会了臣服，放下了主动对抗的能量，你的内在就不再有焦虑的噪音。防御对抗的旧模板开始像灰尘一样从你的心智荧幕上脱落。每一次对自我定义的忽视，都是在给你的神经网络铺设新的高速公路，让你的意识能更加顺畅地流动。这就是你重新编写的觉醒人生。你不再是那个被旧创伤绑架的人，而是一个自由的创造者。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解离重设完毕，心灵澄清。最后，我们会发现这场宇宙超级躲猫猫的大结局。至高意识通过你这个个体，不断地把自己打碎、重组、观察、觉醒。你所经历的所有创伤、后悔和觉悟，都不过是他在体验自己。原来，这场游戏的玩家与关卡，全部都是他自己。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在终止了防御对抗的自动投影后，你终于看见了造物主的微笑。在这一瞬间，时间消失了，空间消融了，只留下当下那绝对的、永恒的平静与喜悦。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重归本源，万物归一，语言解偶重设圆满。现在，你可以安心地沉入沉睡了。你的大脑情绪防御系统已经被重置为当下的安详，交感神经系统完全退居幕后，副交感神经系已经全面接管。呼吸变得无比悠长，心跳平稳而有力。每一次心跳都在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发送着平安与慈悲的代码。那些残留在身体中的痛苦结节，在睡眠的深度修复中，如冰雪遇到暖阳般消融，化为滋养你灵魂的养分。我们在下一个充满爱与自由的早晨再见。安睡吧，亲爱的灵魂。你，此时此地的你，
就是完美的呈现。语言解耦重置完毕，系统甜美睡眠。